穿越斗罗成了草蛇村孤儿灵验，明明觉醒邪火魔龙和先天满魂力，却连买金胶的钱都要向弗兰德借。本以为真龙开局已经赢妈了，结果邪火会随着修炼反噬身体，第一魂环一旦选错，这辈子起点就彻底废了。于是我盯上了万年金胶和千年火焰苍龙。此时觉醒台上，我站在法阵中央，头顶的巨龙背生双翼，头生双角，猩红和暗紫交织的火焰缠绕全身，龙威压的村民连呼吸都不敢太重。有人声音发颤，真龙，居然真的是龙，老祖宗没骗人，我们草蛇村真的有人觉醒出真龙武魂。我抬起眼，看见弗兰德的脸色已经从震惊变成狂喜。他上午刚从草鸡村带走马红俊，下午就碰见我这个邪火魔龙，一个凤凰，一个真龙，一个先天9级，一个还没测魂力。马红俊站在他身边，胖脸都快皱成包子。为什么我感觉他的龙比我的凤凰还猛？而且那火焰怎么和我的邪火这么像？我没有急着说话，经脉里的热意很舒服，像有一团火在骨头里慢慢苏醒。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不是普通火焰，这是邪火魔龙。现在我年纪小，魂力低，邪火还只是温热，等以后等级上来，身体长开，这东西就会变成随时能把我烧穿的马达。弗兰德压下激动，把测试水晶推到我面前，孩子，快测先天魂力，你看见了吗？马红俊是凤凰，你是龙，你的血脉比他更纯，魂力一定更高。我把手放上去，下一秒，水晶球光芒大盛，弗兰德差点把胡子笑歪。先天满魂力，真的是先天满魂力，孩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加入史莱克学院。我没有拒绝，我现在只是个6岁孤儿，没有钱，没有路，也没有能直接投奔千仞雪或者比比东的资本，先跟着史莱克走，至少能先拿到第一魂环。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，邪火魔龙只有一个武魂，每一个魂环选择都不肯定，如果第一环只是普通百年，那我这辈子的起点就会被锁死。可我知道金胶能提升身体承受力，只要拿到足够高品质的金胶，我未必不能吸收千年第一环。这个秘密太重，重到足以改变整个魂师界，但我更不甘心明明知道答案，却还让自己从普通起点开始。人都穿越了，还觉醒真龙武魂，第一步要是还缩手缩脚，那以后拿什么去抢机缘？回到史莱克，弗兰德拍着我的肩膀，镜片后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。先等等，学院里有个学员快20级了，马红俊也快到瓶颈，到时候一起去星斗大森林猎魂。我抬头看他，猎魂有没有危险？弗兰德笑得很自信，你才10级，带队老师会亲自帮你猎魂，不过等20级以后，你们就要自己动手，这也是史莱克的规矩。马红俊当场吓得脸都白了，院长，那我要是被魂兽吃了怎么办？弗兰德冷哼，连百年魂兽都对付不了，有什么资格站在大陆顶点？我听着这句话，心里反而更清醒。史莱克的路就是这样，嘴上喊怪物，骨子里靠自己拼命。既然迟早要拿命搏，那我第一环更不能将就。数日后，索托城，我跟着弗兰德去了他的杂货店，本想看看能不能捡漏，结果店里的东西我大半不认识，认识的也不值钱。最后我直接摊牌，院长，我想借钱买东西。弗兰德躺在摇椅上，眼皮都没抬，小孩子刚进城就想着花钱，说吧，想买什么？借多少？2000金魂币。他整个人从摇椅上弹起来，2000，你知道2000金魂币是什么概念吗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很稳，我可以给利息，每年100金魂币。弗兰德的小眼睛眯了起来，听起来不错，可你拿什么喊？我30级以后可以从武魂殿领补贴，每个月100金魂币，2、3年就能还清。以我先天满魂力的天赋，30级不难。弗兰德沉默了，他是奸商，但不是傻子。一个先天满魂力的真龙武魂，未来随便在斗魂场打一场，都能给他赚回不少。弗兰德沉默了很久，终于抬起眼皮，你到底要买什么？金胶这2个字出口，弗兰德脸色变得很精彩。我的武魂有邪火，需要发泄邪火才能不爆体，这一点院长你知道。弗兰德皱眉，会不会太早了点？我一本正经地看着他，所以才需要金胶。空气安静了，弗兰德那张脸一会儿怀疑，一会儿尴尬，最后还是妥协了。行，如果只是买金胶，我陪你去，省得你被奸商坑。傍晚之前，我们花了2300多金魂币买下一大批金胶，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枚万年品质的金胶。别人不知道金胶真正的价值，我知道。这一袋在世人眼里不体面的东西，在我眼里就是千年第一环的门票。夜里，我找到了学院后山的温软，她是史莱克的学姐，武魂冰花蝶，11岁，19级。原本6年后的史莱克没有她这个人，我猜她大概率会死在这次猎魂路上。所以她对我而言，不只是一个能帮我降温的人，也是一个我能顺手改掉命运的人。月光落在后山，她穿着淡蓝长裙，眉眼清冷，却不难接近。我把剩下的10几枚金魂币递过去，小学姐，帮我用冰属性魂力降温，只要保证我体温别太高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温软看着金魂币，眸子微微亮了一下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点头，就这么简单。她唤出冰花蝶武魂，背后冰晶蝶翼展开，雪花刚飘出来，就被我的邪火蒸成白雾。她脸色一变，终于认真起来，你这火焰温度怎么这么高？我盘膝坐下，把百年金胶用魂力包裹吞入腹中，滚烫药力顺着喉管滑下去，像一条火蛇钻进丹田。小学姐，降温。冰环落下，冰属性魂力开始侵蚀我的体温，邪火和金胶在体内翻腾，冰环又把快要失控的热意压回经脉，一冰一火在后山僵持整夜。温软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，只觉得我花10几枚金魂币让他降温很奇怪。他绕着我看了好几次，最后被药力带起的反应吓得别开脸，耳尖红得像滴血。我没空管他，金胶的药力正在洗我的身体。天快亮时，我终于睁眼，身上全是黑色污垢，臭得我自己都想吐。温软远远站着，一脸嫌弃，你还知道臭啊？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，赚的钱还不够精神损失费。他转身就走，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，原本营养不良的瘦弱身体已经多出清晰的肌肉线条。我对着空气挥拳，2道破风声撕开清晨，爽！仅仅一夜就抵得上寻常人大半年的苦修。可百年金胶的效果很快会衰减，真正能帮我冲击千年第一环的，还得是那枚万年金胶。2个月后，马红俊和温软先后到达瓶颈。猎魂前夜，我又敲开了温软的房门，他一看见我，脸色就变了。这么晚找我干嘛？我把50枚金魂币拍到他手里，像上次一样，帮我最后一次。他原本想拒绝，看见钱袋子后，
眼睛瞬间亮起来。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还是后山？这次我没有再吃百年金胶，而是把千年金胶和万年金胶一块融化。温软一直盯着我手里的灿金色胶状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好东西吧？独家秘方，这是我没打算瞒他。可好奇心最容易害人。深夜，等我全力炼化万年金胶时，温软偷偷靠近，趁我不注意，从我掌心碾走一小块。下一瞬，他就知道自己闯祸了。狂暴热流冲进他的经脉，冰属性魂力反而把那股极热放大，他整个人软倒在草地上，冰环瞬间消失。我体温暴涨，猛地睁眼，小学姐，快给我降温！回应我的只有他急促混乱的呼吸。他眼神迷离又羞恼，你这混蛋给我吃了什么？我差点气笑，我给你吃什么了？你偷吃我金胶了吧？金胶两个字一出，他脸色变了。他当然听过金胶在世人眼里的名声，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万年金胶的药力太猛，我的邪火也被彻底勾起来。我咬紧牙关，强行把魂力压回经脉。温软用尽力气重新唤出武魂，却连魂力都提不起来。这一夜没有人说的轻视修炼，意外还是命运推了一把。我只知道天亮以后，万年金胶彻底被炼化。温软闭着眼躺在草地上，声音低得发哑，别跟别人说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沉默很久，他起身要走时，我终于叫住他，小学姐。温软脚步停住，眼底闪过一丝期待，可我只挤出一句对不起。他没有回头，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可猎魂日已经到了。日上三竿，弗兰德和赵无极站在学院门口，马红俊满脸紧张，温软刻意和我拉开距离。我们4个人在赵无极带领下进入星斗大森林。路上，我一边想着第一魂环，一边想着温软，他想让我负责，又因为年龄和天赋差距自卑。我想开口，又怕他把昨晚当成无法面对的错误。2个拧巴的人就这样沉默到了森林外围。赵无极停在密林里，你们2个想好要什么魂兽了吗？马红俊支支吾吾，火属性8。赵无极懒得理他，转头看我，你呢？我抬眼，至少亚龙重，火属性，如果有光明或者神圣属性更好。赵无极终于露出一点欣赏，还算带脑子。不过这种魂兽很少有100年修为，血脉越好，成长越快，真有低年限的也早被吃了。我没有退，没关系，我的武魂对龙类魂兽有压制，我能吸收千年第一环。赵无极冷笑，无知者无畏，你是真不怕被撑爆？我盯着他，不怕，我一定能行。他没再劝，转头问温软，你呢？温软还没开口，我先站出来，小学姐需要冰属性亚龙重魂环。温软立刻反驳，不是，我只需要蝴蝶类魂环。我看向他，你第一魂技只能降温和减速，如果第2魂环还选蝴蝶，你这条路就废了。他垂下眼，至少蝴蝶类魂兽容易猎杀。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，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更好，他只是知道自己做不到。他的魂环需要自己猎取，一个只会降温的魂技，怎么打百年亚龙？我往前一步，直接打断他的退缩。我帮你。温软抬头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什么？我盯着他，把话又压重了一遍。我帮你，等我拿到第一魂环，我帮你猎杀冰属性亚龙。他正在原地，像听见了一句告白，又像听见了一句他从来不敢奢望的承诺。风吹起他脸边碎发，沾着泪贴在白皙脸颊上。他咬着唇，别过头，不要，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。我语气强硬，你必须听我的。赵无极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声，你们2个真当我和胖子是电灯泡？别墨迹，先找魂兽。下午，我们到了火烈鸟栖息的梧桐林，赵无极随手抓来一只300年火烈鸟，丢给马红俊，小胖子，杀了他，你的第一魂环就有了。马红俊拿着匕首手都在抖，第一次下刀还扎歪了。赵无极气得扶额，真笨，魂环递到你手边都这么费劲。好在第2次，他终于刺入火烈鸟大脑，吸收到了第一魂环。凤凰火线喷出来时，火焰扫过林地，差点把梧桐树点着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同样是邪火，他太浪费自己的武魂了。黄昏时，我们找到了火焰苍龙的山谷，一群火红巨龙在低空盘旋，龙吟声震的树叶簌簌发抖。赵无极抓来一头400年的火焰苍龙，400年，运气不错，整个族群就这一条100年的，我看都没多看，我不要400年的，我要1000年的。赵无极的脸沉下去，别闹，吸收魂环超出极限，只有爆体而亡。我把匕首扔回去，我说了，我不要100年的，我的武魂是真龙，我要从起点就领先别人。赵无极终于怒了，我警告你，我不像弗兰德那么好说话，你最好听话，别给我惹麻烦。我没退，马红俊劝我，温软也劝我，可我辛苦2个月，借钱买金胶，忍下药力洗身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？就在僵持时，我看见龙群里有一道金色身影，那条苍龙通体火红，却有金光从鳞片缝隙里渗出来。我抬手指过去，我要那条金灿灿的，一看就有光明属性。赵无极眉头拧成麻花，那可是将近2000年的魂兽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他看我像看一个死人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你们2个给我作证，回去把他的死因完整说清楚。话音落下，他冲进龙群，很快把那头金色火焰苍龙砸在我面前。巨龙将近4米，灼热和光明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捡起匕首，走到龙首前，他怒目盯着我，喉咙里还压着低吼。我没有给他机会，抬手，刀落，匕首刺入眼窝，巨龙生命气息瞬间消散，紫色魂环浮起来的一刻，我直接盘膝坐下。赵无极在不远处叹气，够果断，可惜是个傻子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1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，我没有爆体。半个时辰后，邪火魔龙虚影冲天而起，紫红火焰撕开傍晚云层，又猛地砸回我的身体。魂环融合完成，我睁眼那一刻，眼角都有火焰溢出。千年魂环不过15级，我的魂力直接冲到15级。我抬手一握，第一魂技火魔神枪，一杆通体银白，枪尖紫金的长枪凝在掌心，火焰涟漪横扫全场。赵无极瞪大眼，武器类魂技，兽武魂的武器类魂技，相当于额外获得一个器武魂。他震惊，我却更清楚这只是开始。我走到他面前，院长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我的武魂可是真龙。温软看着我，眼底全是亮光。马红俊羡慕的快哭，我也想要千年第一环，可下一秒，我胃里一阵翻涌，鲜血喷出来，整个人直接栽倒，背后有一股狂暴力量要破体而出。温软冲过来抱住我，林燕，你别笑我。赵无极搭上我的肩，脸色骤变，抓着温软后退，快躲开，他身体要爆炸了。所有人都以为我魂环吸收失败，只有我知道不是爆体，是外附魂骨。
龙翼要出来了，我咬紧牙关，把那股力量硬生生压回体内，不能暴露。外附魂骨太珍贵，人心比魂兽更危险。剧痛像一把钝刀在背后慢慢剖开血肉，我蜷缩在地上，指甲嵌进掌心，喉咙里全是压不住的低吼。温软哭着求赵无极救我，赵无极脸色难看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帮不了他。我听见这句话，反而更狠地压住那对龙翼。我不能死，我才刚拿到千年第一环，我还要帮温软猎魂，还要离开史莱克，还要去找千仞雪。半个时辰后，背后的力量终于平息，外附魂骨被我强行融合进体内，我撑到最后一刻，彻底昏了过去。醒来时已经是深夜，我躺在温软腿上，睁眼第一瞬间看见的不是星空，而是他因为打瞌睡压下来的身影。我被闷得喘不过气，挣扎了2下，他猛地惊醒，林燕，你终于醒了。赵无极和马红俊立刻围过来，赵无极抓着我的肩，魂环到底成没成功？你有没有事？我压下5脏6腑的疼，声音沙哑，算成功了，就是过程比我想的痛苦。外附魂骨的事，我一个字都没提。赵无极长舒一口气，你小子吓死老子了，还好没事，不然这口黑锅不背也得背。我懒得计较，他能守我这么久，在史莱克已经算难得。我转头看温软，赵无极揶揄的笑，这丫头可是守了你一整夜。温软红着脸别开视线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你还没拿第2魂环吧？他低低嗯了一声，我看向赵无极，赵老师，明天带我去冰属性亚龙栖息地，我帮小学姐猎魂。赵无极这次答应的很爽快，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千年第一环到底有多强。第2天正午，我们蹲在一处密林里，前方是一头700年冰甲龙，赵无极没有出手，只等着看戏。我握紧火魔神枪，看向马红俊和温软，胖子，你用凤凰火线干扰他；小学姐，你用冰环限制他速度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温软认真点头，好。马红俊缩了缩脖子，我也要上。我没理他的害怕，提枪冲了出去。700年冰甲龙不算顶级魂兽，但肉身力量远超15级魂师，他一尾扫来，我横枪硬挡，手臂被震得发麻，冰环落在他身上，速度被压下去，我才有机会贴近，枪尖刺在龙鳞上，火焰炸开，冰屑乱飞。赵无极站在远处，眼神越来越亮，这才叫小怪物。可马红俊一直没动，我被冰甲龙逼退，怒火一下压不住，胖子，干扰他，有小学姐限制速度，你怕什么？马红俊终于慌慌张张喷出凤凰火线，火线却直奔我后背，我汗毛倒数，硬吃冰甲龙一记龙尾，借力滚开，才避过那道火焰，地面被炸出一个坑。我回头吼他，你看准了？马红俊脸色煞白，对不起，我对魂技不熟，我没时间骂他。冰甲龙又扑上来了，这场战斗拖了很久，我一次次被击退，又一次次冲上去，温软的冰环始终没断，马红俊也终于学会往侧面干扰。最后，我抓住冰甲龙转身的瞬间，火魔神枪从鳞片缝隙刺入他颈侧，火焰在伤口里炸开，巨龙轰然倒地，我满脸是血，靠长枪撑住身体，看向温软，小学姐，快来！他自己想先死一步。温软跑过来，眼眶已经红透，你流了好多血。我咧嘴笑，没事，这不是我答应过你的吗？他咬住下唇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谢谢你，林燕。半个时辰后，温软吸收魂环完成，第2魂技冰灵飞跃，冰晶长刺悬在他蝶翼周围，能持续攻击，还能对被冰环标记的敌人造成额外伤害。他看着自己的新魂技，像第一次真正看见未来，原来我也能成为战魂师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终于松了口气。赵无极走过来，大手拍在我肩上，臭小子，15级打赢700年魂兽，古往今来也没几个人能做到。马红俊低着头道歉，林燕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摆摆手，以后多练练魂技，别总射歪了。空气安静一瞬，几个人都听出了歧义，最后一起笑出声。阳光洒在林地，温软背着冰晶蝶翼站在我身边，赵无极爽朗大笑，马红俊尴尬挠头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史莱克也不是全都糟糕，可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。回到学院后，我偷偷释放过一次外附魂骨龙翼，金色龙翼单侧展开近3米，一模像火焰苍龙的鳞皮，武魂附体时还会缠绕紫红邪火，它能给我速度增幅，还有短距离冲刺能力。现在不算无敌，但外附魂骨会成长，只要我活下去，它迟早会变成真正的底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白天找弗兰德和赵无极练战斗技巧，晚上用冥想代替睡觉。可越练我越失望，赵无极靠的是魂力和肉身硬压，弗兰德靠的是速度和飞行躲避，他们能教我的东西太少，我需要更大的势力、更好的资源、更强的老师。天斗城、雪清河，或者说千仞雪。这一晚月光很亮，我站在女生宿舍门前犹豫很久，还是敲响了温软的房门。小学姐，你在吗？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进来吧。她穿着白色小熊睡衣，头发有点乱，看见我时还带着困意。这么晚找我干嘛？我张了张嘴，却没立刻说出告别。温软看我犹豫，反而先笑了。之前的事我和家里人说了，他们想见见你。我愣住了，她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轻。我父母是普通人，思想比较保守，但他们知道你天赋很好，也知道你帮我猎到了龙类魂环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先定下婚约。月光下，她眼里全是期待。她以为我是来告白的，可我是来告别的。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。小学姐，我要离开学院，去天斗城。她脸上的笑一下僵住。为什么？在这里不好吗？因为我想变强，史莱克给不了我需要的资源。温软沉默了很久，眼眶慢慢红起来。所以你今晚是来和我告别的？我没有回答，沉默已经是答案。她抱住我，声音带着哭腔。我们就在这里安稳生活不好吗？我不想成为强者，也不需要金钱和权力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心口发闷，她不是不懂我的天赋，她是太懂了，所以才害怕。她怕自己跟不上我，怕我走出去以后再也不会回头。我抬手擦掉她的眼泪，我只是去更好的地方，又不是死了。等我变强，我会回来接你。她摇头，可我不需要你变强。我看着她，是我自己渴望实力。房间安静了很久，最后我轻声开口：小学姐，我是孤儿，你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亲人。温软眼里的灰败一点点亮起来。这一夜我们没有再争。第二天，史莱克学院门口，弗兰德、赵无极、马红俊都来送我，他们知道留不住我。弗兰德笑得难得温和，有空常回学院看看。我看着他，院长借你的钱我记着，赚钱后第一时间还。他摆摆手，不急。赵
无极拍着我的肩，你小子有这份心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我又看向马红俊，胖子，少吃点，抽空多练魂技，别再射歪。马红俊挠着头傻笑。最后，我看向女生宿舍，门缝里有一道影子，我看不清他，却知道他一定在那里。我冲那边挥手，我安顿下来后会给学院寄信，等温软30级需要第3魂环时，一定通知我。他的魂环我亲自帮他练。弗兰德大笑，放心去闯吧，你的小女友有我们几个老家伙保护。我点点头，再见。等温软30级，我会回来。女生宿舍里，温软没有出来，可我知道他在看着我。1个月后，天斗城太子府，我站在府门外，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。守卫起初想赶我走，直到测出我6岁16级魂力，消息很快传进府中。正殿里，雪清河放下奏折，脸色终于变了。什么？6岁16级？没多久，一个穿淡金华服的男子亲自走出来，他五官温和，气质儒雅，笑起来让人很容易放下戒备。可我知道，这张脸下面藏着的是武魂殿少主千仞雪。你就是灵燕小友。我微微行礼，见过太子殿下。雪清河亲手托住我的肩，不必行礼，是门卫不懂规矩，让你等这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我笑了笑，不累，我身体素质很好。他很快让人拿来水晶，亲自摸骨确认，6岁16级。他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他看着我，声音压得更轻。你的武魂是什么？血火魔龙，一种变异火属性龙武魂，很强，但有先天缺陷。雪清河盯着我，声音压低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我正了正身子，血火魔龙，武魂附体，紫红色巨龙虚影浮现，暗紫魂环从脚下升起，火魔神枪凝在掌心，滚烫气浪横扫正殿。雪清河瞳孔骤缩，紫色，你的第1魂环为什么是紫色？我仰起脸，装出孩童该有的坦然，因为我的第1魂环就是1000年了，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帮我猎取的。雪清河沉默一瞬，他盯着我的魂环，又盯着我手里的长枪，眼底有震惊，有贪婪，也有一种快要压不住的占有欲。我知道他心动了。6岁16级，1000年第1环，变异真龙武魂，无论他是天斗太子还是武魂殿少主，都不可能放过我。不过越是这种时候，我越不能显得太聪明。我收起火魔神枪，身上的血火一点点沉回经脉，故意让脸色露出几分疲惫。太子殿下，我的武魂虽然厉害，但血火也很麻烦。史莱克那边资源有限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普通训练上，所以才来天斗城碰碰运气。雪清河眼神微动，你是想投靠我？我点头。太子殿下贤明在外，我一个孤儿，没有家族，没有宗门，想走得更远，只能找一个值得追随的人。这句话半真半假，我确实需要靠山，但我真正看重的不是天斗太子，而是他背后的武魂殿，是千仞雪藏在伪装下面的真实身份。雪清河看着我，脸上的笑意更深，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。一个没有背景的天才，比宗门弟子更干净；一个懂得主动投靠的孩子，也比被强行收服的人更好掌控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语气温和的像春风：“小友放心，既然你来了太子府，本殿下自然不会亏待你，你的天赋值得最好的培养。”我低下头，压住眼底的冷静，多谢太子殿下。表面上我是被太子府收留的少年天才，可我心里很清楚，从踏进这扇门开始，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我需要资源，他需要刀；我需要武魂殿的庇护，他需要一个从小培养、只认他为主的怪物。我们都在试探对方，也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掌控局面的人。雪清河忽然又问：“你说你的武魂有先天缺陷，具体是什么？”我抬起眼，恰到好处的露出一丝为难。邪火会随着修炼越来越重，前期还好，等魂力等级上去，必须想办法疏导或者压制，所以我才急着变强，也急着找更好的资源。如果没有足够强的背景，光是这个武魂缺陷，就可能让我以后走得很艰难。雪清河若有所思，他当然听得懂，一个有缺陷的天才更容易产生依赖，一个需要资源压制邪火的真龙武魂也更容易被绑定在太子府。这正是我想让他看见的部分：强大但还不完整，惊艳但需要扶持，这样的人才最容易让上位者动心，而不是立刻警惕。雪清河没有急着再问，而是绕着我走了半圈。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件刚被挖出来的稀世珍宝。我能感觉到正殿暗处还有人在观察我，那股若有若无的压迫感比赵无极强得多。太子府不可能只有普通侍卫，千仞雪潜伏天斗多年，身边一定藏着武魂殿高手。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表现出察觉。6岁的孩子可以天赋妖孽，可以早熟懂事，却不能连暗处封号斗罗的窥探都直接看破。我只是低着头，任由雪清河审视，掌心却悄悄攥紧。从草蛇村到史莱克，再从史莱克到太子府，我终于站到第一个真正能改写处境的路口。只要雪清河收下我，我就能借太子府资源继续修炼；只要我继续藏好外附魂骨，等魂力等级一点点升上去，龙翼就是我真正的保命底牌。而温软那边，我也必须尽快站稳脚跟。他还在史莱克等我，30级之前，我要有足够的力量回去，亲手替他列第3魂环。